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讲到了台海哦，这个国防部是不是他们智库还出现了内斗的状况哦？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呢，李文忠他担任了8年的退辅会的副主委，在赖清德上任之后啊，去年8月接任了这个国防院的执行长职务，而且宣称说要把国防院打造成国际级的国防安全智库啊，但是没想到上任才刚半年之际哦，国防院在官网上面无预警的撤下了李文忠的照片，还有职务以及他的简介哦，引发了这个军政圈的议论。那他请辞获准之后，现在暂由这个副执行长刘丰瑜来代理职务。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根据报道，他讲说可能李文忠有向府院开炮，是他去职的主要导火线哦。那根据了解呢，就是这是由国防部长顾立雄请李文忠离开国防院。那他是讲啊，就是李文忠之前上节目的时候大谈预算哦，还有朝野对抗哦，而且向府院开炮啊，他可能就觉得说，现在这个节骨眼哦，不应该是好像转移焦点哦，应该更多在这个国防上面哦。那感觉上面这可能在外面说了这些话，变成了他去职的导火线。但是呢，要斗人是不是先把人斗臭？所以他们就说啊，李文忠啊，有被人家这个等于说部属哦，有女同仁反映过度亲密上报到了这个总统府哦，那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原因不得而知哦。但报道里面讲说，他上任之后带着大炮性格，会议上经常炮火猛烈的痛骂下属哦，被人形容几乎是人身攻击哦，到了这个职场霸凌的程度哦。还有什么过度亲密种种的一些原因，所以后来顾立雄才把他给请走哦。但是呢，人家讲说这样看下来，感觉这李文忠也是新潮流的人啊，是不是赖清德对付自己人不手软、不听话的人呢，就很符合赖清德的性格。他政治性格总是呢斗垮先斗臭嘛，所以哇这样子，哪怕是新潮流的，叫你走还是得走。那另外我们看一下美军的实力真的是够吗？有英国的国防专家警告说，美国可能只剩下有限的机会来处理台海的问题哦。这是英国的国防智库专家，他们讲说，在台海的局势上面，看起来时间是站在中国大陆这一边哦。如果川普政府用大棒教训威逼亚太的盟友啊，忽视中国大陆大量绕台的一些军演，这些灰色行动的话，恐怕美国会在台海冲突当中遭到历史性的失败。那不过呢，现在看起来川普啊，好像积极的在处理一些其他的就是跟台海无关的。他就是还见了纳坦雅胡，还说提议巴勒斯坦的居民要永久离开加萨。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提议啊？他说要把它安置到一个或是多个中东国家，就是请他们来提供一些地点，把这些巴勒斯坦人安排到这些地方。那他宣称呢，美国考虑永久占领加萨走廊。你怎么说突然杀出了个美国啊？那他说要把它改造成中东的蔚蓝海岸哦，经过美国改造之后，加萨将会不可思议哦。讲的他又有突发奇想了，就是原来除了格陵兰、加拿大之外，他还要加萨走廊嘛？让大家觉得说这是很离谱哦。他说像加萨是一片废墟哦，经历了16个月的战争摧毁，已经没有办法恢复啦。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一边。但是之前像是约旦啊、埃及啊，都已经表示拒绝了，就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巴勒斯坦人哦。那他说这个美国将要来接管，不排除还要派驻美军哦。真的有这样子的能力吗？现在大家讲说，美国现在还有这个能力来接管这个吗？或是还能够这样派驻美军吗？甚至周边的中东国家会同意这件事情吗？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南海这边的不平静哦。2月4号，其实中国大陆也在进行这个陆海空的一些演训，那美菲也正在进行联合军演，这是川普上任之后首次美菲联合军演 B1B 穿越了黄岩岛，这是菲律宾空军哦，他们 FA-50战机跟美国的空军 B1 轰炸机呢，他们是在南海这边进行联合的巡逻跟演练，包含飞越了黄岩岛是他们的演训项目。那解放军其实他们也是有所回应哦。根据央视的报道呢，他们在
南部战区的空军呢，也在黄岩岛的空域进行巡航。他们说呢，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联合巡航，是蓄意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哦。因此，解放军要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以及海洋的权益。所以，任何扰乱海洋，就是这个南海这一边的军事行动呢，他们都在掌握当中。所以，他们解放军哦，就有绕行这个菲律宾的西侧，这个也是在释放一个重要讯号哦，也是对于第一岛链来说，这个军事意义不容小觑。除了中国大陆有一些动作之外，其实俄罗斯也有动作。日本宣布了，就是3号的凌晨哦，在日韩之间的对马海峡有侦获。俄罗斯2艘作战舰，还有1艘补给舰的踪迹，所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马上就出海，派出了海空兵力来严密监控这件事情。所以看起来，这个第一岛链动作频频。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介老师怎么看？像李文忠啊，我看那个报道说，其实李文忠在这个赖清德上任以后啊。他跟那个赖清德曾经给他2个工作，他都不要。后来赖清德就找他去问说，那你要什么工作？他就要这个工作，就是他自己要来的，他也跟外面人讲他要来的。那我看报道说，那赖清德连搞不清楚这是什么位置，就说好，那你就去吧。对，他就去了。那事实上的话，他是等于说第一次由这个赖清德钦点让他去接这个位置，那这个后台算够硬啊，后台是非常的硬，所以呢，大概行事风格啊，就又恢复到他以前的那个风格啦。人家讲他大炮，他不只是大炮，我对他印象，他以前在这个国民大会啊、立法院，他是率头打架的，他是个打手型的，对，他这个打架他都跑第一个，很能打的，那就是说是靠武力起家的啊，靠武力起家的。那当然他后来头衔自闪，做过立法院，后来也就没有工作了。那后来被蔡英文抓出来，他跟蔡英文可能渊源不够深，因为他跟赖清德是有人形容他是等于说buddy啊，关系是这样。那蔡英文的时候，他叫他去做了8年这个退辅会副主委这个工作，你知道机关只要是副的基本上没有实权。那个时候。这个其实本来军方对他这种民进党这种深绿的对军方本来就仇视，更对这些老兵很仇视的人本来对他是没有什么期待，结果他还表现得很谦恭、很谦卑。我其实也看过一次，有一次在一个这个我们这个军校的校友会里面，他跑去参加，然后他也要上去讲话。他说他是退辅会的副主任委员，你知道？那可是当时就有很多这些黄埔的子弟将官说不行，绿色的我们不能让他上去讲话。他居然表现的还算怎么样？没有他那个过去那种打手的那个气势，还蛮能还能够稳定的。所以这一次他又出事我想最主要原因是怎么样呢？因为他是等于把这个是赖清德钦定的，哇，又做了主官，那个大概有一点点就忘记了他应该有的分寸。其实啦，说实话啦，什么跟这些女同事过从甚密这民进党来是小事除非你不要搞出像陈宗彦那个 case， 对不对？然后呢，他对这些属下不假辞硕，言语霸凌大吼大叫、大骂这种这个你只不要搞出像谢宜容这样子的事情对民进党来讲的话，也都是小事，也都是小事，而且呢，他搞不好还不是最严重，严重的多得很。这我们听了太多了，那可能他这个让他这个丢官的原因呢，就是他参加绿色媒体的政论节目，公开大力的批评这个现在的赖清德政府，真的，总统府跟这个行政院一起批评，这个他就不晓得了，谁跟他兄弟，他把人家看兄弟，这是兄弟不能批评的，所以呢，他就丢官了。所以呢，我想原因是政治原因啦，他去触怒了不该触怒的人，他过去认为是他的兄弟，现在人家没有把他当兄弟赏他一口饭吃，自己不自爱，就下台了。好，来请教一下舰长。英国的国防智库也就是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其实很给面子他
提醒美国，也就是说呢，美国只剩下有限的机会窗口处理台海的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关于台海，甚至有关于东亚，美国要处理，基本上就是7个字，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我说英国很给面子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用数据来说话，不要用自己的思维来说话。我们来看看啊，这是2009年的时候，美国的国防战那个美国海军的战争学院，他的一个评论啊，他所提出来的，也就是美国其实研判中国大陆以陆制海。所谓的以陆制海，就是以各种的弹道飞弹来攻击美国的各型的舰体，尤其是以航空母舰为主啊。但是这个时候啊，我们前后有2个数字，前面这个就是2009年的，后面这个是2025年的，也就是我制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仔细看一看啊，这么多的舰艇啊，如果我们以驱逐舰加上护卫舰来讲，2009年的时候，以这个东部战区来讲，只有6艘而已。可是现在已经膨胀到34艘了。我想请问你，第7舰队，你连一个东部战区的数量你都跟不上吧？更不要讲南部战区啊！南部战区在2009年的时候，它的一个驱逐舰加护卫舰就4艘，可是我们看到现在也到了27艘了。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解放军的舰艇基本上啊都在第1岛链、第2岛链在穿来穿去。这个也就是菲律宾一天到晚在那边讲，一天到晚在哭诉说解放军怎么样，中国海警怎么样。其实真正要检讨的是菲律宾你的本身啊，你有没有那个资格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看到会找媒体在船上转播的不只有菲律宾啊，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是菲律宾他们自己他的一个海警船拍下来的照片，也就是看到107非常清楚的，这就是055万吨驱逐舰遵义号。那其实南部战区在这边讲2月3号，其实他们在巴西兰的这个海峡进行了那个训练，而且他们还怎么讲？他这是一个给节日的答案，意思就是春节期间他们也照常训练。对，这个就是军人该干的事啊。那我们来看啊，他到底是穿越了哪里？其实呢，他就是从上面这里穿越了明多路海峡，进入了苏禄海，然后从这巴兰西海峡这里出来。这个是第一次吗？这不是第一次啊，在去年的上半年，其实另外一个055的万吨驱逐舰编队呢，那个时候就直接的穿越了我们看到这个巴拉望岛下面的巴克海峡，进入苏禄海。然后还记得吗？在去年的下半年，辽宁舰编队的时候，他们直接从这个菲律宾海直接搭，那时候有人研判啊，他是要进入印度洋。那个时候我就独排众议，我说没有，他要进入南海。那他要从哪进入南海？他就是从苏禄海这边进入。所以他来来去去已经很多次了，已经不是一次了。而且这个最后一定跟台湾海峡附近一样，变成什么？变成常态化，变成实战化，变成体系化。然后，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菲律宾你做再多的努力其实都没用。为什么？因为其实你仔细看一看你的那个，我们讲说它的那个海域执法线到底是怎么画的？你是用直线基线画的。你用直线基线画呢，你就不能够约束其他国家穿越。你现在约束了，想要以此约束中国大陆，也就是再讲一遍那7个字，一点机会都没有。好，来请教李老师。对，那个川普这几天的发言很受大家的震撼啊，他对加沙走廊讲法应该是第一次，大家第一次这样听过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谈话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色是他是在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的时候他的谈话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为川普对于跟拜登相比，我们知道说他是更挺以色列，因为拜登至少还是会想到一些人道主义巴勒斯坦人的这种人道的处境，但是川普的这个脑海里面，但是没有这方面的考量，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加萨走廊大家不要小看，365平方公里啊，到目前大概是至少180万人。那按照川普的讲法是，他的讲法是，这个地方已经变成是人间炼狱，百废待兴，没有任何居住的条件，所以要把这100多万人永久的到其他国家安置。到哪些国家安置？大概不脱是埃及或是约旦。可能川普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自于，比如说10几年前这个叙利亚爆发内战，叙利亚人口有2000多万，但最严重的时候大概有1000多万人，大概600多万是境内流离失所，到处跑，但有400多万成为难民，谁接纳？就不外乎是埃及、约旦跟土耳其。那可能川普的眼中的想法是，既然这些国家能够收纳400-500万名叙利亚难民，那这个地方100多万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的讲法已经被很多的中东地区国家起身出来反对。那第二个，我觉得他这讲法会为现在的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的谈判，我觉得会增加变数。因为大家很有印象，这谈判是在川普快上任之前的2-3天之内达成，1月18号执行3阶段，第一阶段60天，而且特别讲，第一阶段开始执行的第16天开始第二阶段的谈判，按照时间来算就是现在。所以第一阶段的是比较简单，因为就是释放人质，还有释放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囚犯在牢中里面的这些犯人。然后以色列提供部分的人道这个主义的这个援助撤军，但第二阶段跟第3阶段才是关键。但现在川普突然杀出个程咬金，那我觉得马上会投下重要的变数。这是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说川普所有的讲话其实跟他这几天是连在一起的。你看他讲那几个退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要退出，还有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有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救济处的美国的支持，这3个美国的退群大概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是在维护以色列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川普的这个，老实说，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新闻媒体会有所谓的震撼弹标题，听久了大家都弹性疲乏，但这新闻对我来说是真的是震撼弹。因为最近很少人听到人这样提出来，因为那180多万并不是，他是活生生的人，对，你要把他完全的迁离，谁接纳？而且真的会许他好的未来吗？而且对于谁能住在这边，川普目前的回答是世界上其他人都可以，但是不是巴勒斯坦的人民。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现在是不是呈现这个极限拉扯？因为川普不是要对于中国大陆加征10%的关税吗？那北京呢组合拳反击呀。那中方的接连出招，包含了针对这个部分原产于美国的产品加征15%的关税，而且呢，现在用反垄断法来对于 Google 立案调查，因为每次都是美国找中国大陆一些知名大品牌的麻烦，现在 Google 也被这个中国大陆反盯上了，还有包含了美国的 PVH 集团以及英美纳公司都列入不可靠的实体名单。另外，中国大陆的商务部还有海关总署，他们也发布公告，根据他们的这个出口管制法、对外贸易法这些法宣布呢，接下来包含了乌地、碧木英这几款物品呢，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大陆的商务部发言人就讲说，因为美方对于中方输美的产品加征关税，严重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然后性质非常恶劣这是单方面的这种单边主义还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所以予以这样子回击。另外还对于美国也加征了10%的关税这个学者讲说，就是要迫使美方重新来进行谈判。那玉渊谈天就讲评论这一次中方的反击非常的硬气，而且精准因为美方你不要觉得你只能你对我们来进行一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那就是现在双方要教你一下怎么样叫做平等互相尊重的这种基础所以
看起来美方是不是真的有点吓到？好像川普是不是没有料到这件事情呢？他本来这一两天才讲说，要跟习近平要赶快通电话，但是发现美金方面给予组合拳的回击之后，又讲说不急于通电话了。现在可能通电话也挺尴尬的，因为北京不吃你这一套啊。那再来我们看看华尔街日报，它其实才刚说完说想释放想要通话的消息，马上被报复之后就取消了。那这是不是也是打到了美国的痛点呢？美国又赶快宣布了一个新的，就说暂停接收来自中国大陆跟香港的包裹，而且即日起就立刻生效。所以现在看起来你来我往，极限拉扯就是北京现在反应的速度是越来越快速可能不会让你美国单方面在那一边喊价或是叫板而已那再来马斯克这个消息也是引发了关注。马斯克是不是戳破了 CIA 的假面，戳破了美国的假面呢？他突然讲说要关闭援外机构，就 USAID 那USAID 叫做美国国际开发署那他讲说呢，你们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拿你们的税金资助生物武器研究吗？导致数百万人丧命的 COVID-19 病毒吗？哇，让大家就是很震惊因为一直以来不是美国领头，当时也是川普在任他就讲说这个是武汉病毒，这是中国大陆制造，一直在释放这样的消息但是怎么马斯克突然好像大翻盘，然后就是把真正的真相抖了出来嘛，因此冲上了微博热搜因为当时他们刻意冠上这个武汉病毒，就是要栽赃给中国大陆嘛。那现在是不是还了中国大陆一个清白呢？那我们看到他们讲说，哇，马斯克指责就是原来 USAID 是资助研发生物武器大陆的网友讲说，感情美国政客阴阳中国好几年的新冠，居然是自己搞出来的，好一招这个栽赃陷害然后他们讲说，知道这新冠病毒不简单，现在肺炎这么严重，80%都有关系还得是老马，马斯克的马还得是老马说出这样的一个真相。但是呢是不是美国的一些媒体也好像刻意在压这样的讯息，没有得到全面的一个大幅的报道在台湾甚至连一些绿色媒体也不太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看看他们讲说 CIA 全面渗透马斯克宣布要来关闭这个国际开发署，他们说这个机构从上到下都已经被 CIA 给渗透了甚至呢可能已经变成 CIA 从事情报活动的掩护机构了。那包含了美国的卫生公共福利部的部长他也曾经在节目上面公开指控，就是 USAID 是 CIA 的一个掩护机构，变成白手套，像是背后的影子政府一样，细思极恐让大家想到这一两天川普不是才解密了一个文件吗？讲到了北木行动当年美国策划了这样的一个假旗行动，自导自演攻击美国本土。一份由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1962年签署的12页报告里面，详细描述了1960年代美国曾经计划自导自演恐怖攻击，然后嫁祸给古巴，争取美国人支持入侵古巴，推翻卡斯楚那现在难道这个 COVID-19 现在真相大白了吗？原来也是一个假旗行动吗？哇，这让大家非常震惊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对，现在就是说有关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对抗的情况了。但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个他宣布的这个报复措施是要2月10号开始项目其实牵涉到的价值不多。他现在就是说煤炭、液化天然气大概加征15%啦。那可是煤炭、天然气它事实上就是在中国大陆的整体进口至美国，就是说至整个进口来讲是非常低的，大概10%都不到。那另外原油农业机械还有大排气量汽车皮卡这是10%那我讲比较叫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农业机具，因为美国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农业机具公司叫 John Deere， 那是一个绿色的很有名的，中国大陆蛮喜欢买它的，因为它做的是很好的那现在要给它加10%，当然这个对中国大陆在本土来生产的话是有利的农业机具。那另外这个大排气量汽车我去大陆的时候每次都看说，哇，怎么在美国还看到不在大陆还看到凯迪拉克
哇，这超大型的汽车很多。我们在台湾已经看不到美国的凯迪拉克了，那还有别克啊，我蛮喜欢的牌子，这两个都我蛮喜欢的牌子，大陆都有，所以它这个东西基本上大排量汽车啊，对于尤其美国的汽车工业来讲的话，少有的几个海外市场啊，他们应该会在乎。那还有就是说皮卡，中国大陆也蛮多的，对，这是美国的这个所谓中西部啊，尤其这个农村地带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啊。美国做的很多，也做得很好，那中国大陆打得还蛮准的啦。那不过整体来讲的话，并不会像美国那样子铺天盖地、全面性的给你10%，还是怎么样？还是有一点点算是点到为止了。不过我觉得对稀土方面的这个制裁的话、禁运的话，这是美国比较，我觉得打到美国的要害地位。这个对美国的军火工业不管是这个炮弹，或者说这种火器，因为钨很重要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它这些什么这些雷达很多精准打击的这些所谓的这种勤监侦的工具啊，那事实上那个事实上是会有产生弊，这也是为什么前2天川普突然叫乌克兰把这个西铁给交出来的原因，因为事实上大陆第一波的那个加耕者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的国内的产业出来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们说没办法，就是找不到货源，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说，那就是把这个库存的用完，就不晓得怎么办了。所以他们希望美国政府帮他们想办法。但说实话，美国政府也想不出办法。这个不是凭空可以生出来的。你即使想要生产，你找到矿源，你要生产出来也要花好几年呢。所以呢，中国大陆是精准打法，是标靶治疗。所以呢，现在就看就是说美国怎么回应了。那所以本来说美国说今天这个川普要跟习近平通电话，现在后来他们说没有这件事，可见习近平还不太想接川普的电话。好，来请教李老师。对，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马斯克这个政府效率部把他的矛头磨刀霍对向国际发展中署国际开发中署USAID。那因为假设我们是在做国际间各国援外政策的这种研究的话，其实 USAID 是个很重要的范本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在2战之后有马歇尔计划，1948年到1951年，那基本上是为了战后的复兴，隐约要抵制共党势力的崛起。那从51年马歇尔计划结束之后到61年美国在其他的法律之下，同样在做同样的事。但从1961年在甘乃迪任内就成立了这个国际发展中署，一直到现在，其实几乎听不到有任何的美国总统对 USAID 的敌意这么深。川普1.0的时候有没有要见到他？有，当时做的是机构的整并，功能的见到有，但是2.0就是来势汹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那相对于像川普这样的总统，我们看到最近2任的民主党总统都还很看重 USAID，包括当时的奥巴马，因为当时奥巴马一上任之后，他就在检讨前任的小布希，他说小布希太重视军事为美国的工具使用，美国应该是很强。当时奥巴马的第1任国务卿不是希拉蕊吗？他有发明一个名词叫做巧实力，就是软实力跟硬实力，软硬兼施，刚柔并进嘛。就是美国除了军力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外，要透过援外散播美国的价值观，民主、人权、自由，到现在所谓的 DEI， 还有所谓的这个永续发展，那其实一直是后面是伴随着美国的价值观。但现在川普上任之后就不一样，你看到马斯克的讲法，其实可以看到他就是黑名单中的黑名单，除了教育部之外，DEI 为什么？因为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浪费钱的单位，充满冗员，没有效率。因为这个国际发展中署的人员雇员大概有1万人，其中2/3在海外，那预算是300-400亿美金。那马斯克说没有效率，要浪费。第二，他还在国际间推动 DEI， 包括东欧国家，这都被川普政府的官员拿出来做检讨，他们觉得莫名其妙。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国际发展总署的命运，我觉得有可能就会合并到国务院，因为现在卢比欧已经成为代理的署长，这可能就是下一步了。好，请教舰长。1月17号的时候
习近平主席跟川普总统的电话会谈里面啊，习近平主席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中美两国事实上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那个整个国际社会啊。那个虽然这么言者谆谆，可见川普一点那个完全没有听进去啊，完全当作耳边风啊。所以现在开始加征中国大陆的关税啊。那事实上来讲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组合拳啊，那个既然是组合拳反制美国的这一个关税啊，其实已经酝酿很久了。也就是从川普你要竞选的那一刻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就已经开始准备这么一件事情啊。那也就是说呢，现在就是如同刚刚那个大使所说的精准打击，到底有多精准呢？我们来看看啊，它现在管制出口的金属里面有钨啊、锑啊、铋啊、钼啊，还有铟这些东西。钨啊，其实是做不锈钢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啊。那而且呢，我们看到所有的那个重金属的那个合金都需要钨在里面，然后装甲，甚至我们看到飞机或者是各种引擎的那个叶片啊，也都是钨在里面啊。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因为它熔点高、硬度高，所以它这样做。而且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有关于弹药也是钨。怎么说？以前我们看到的方阵快炮，它用的都是半衰铀的这一个弹头。现在因为半衰铀本身它有放射线，那后来全部改用钨钢。所以这一些当中国大陆开始管制的时候，事实上美国在这些领域里头就会被受到压抑啊。那另外呢，我们讲到锑其实是半导体的一个材料，现在美国也想要搞这个太阳能电池，但是太阳能电池中间最重要的元素也包含了锑啊。那其实我们刚刚为什么特别讲钨跟锑这两件事情？可能大家不知道，钨跟锑真正最大的产国是美国，可是美国它不会提炼，它通通都要交给中国大陆，而且它的最主要是他年轻一代的人没有意愿去做这种大家觉得可能有一点污染的工作，也因此，那他们全部的这么样的依赖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大陆要管制了，美国接下来它的无论是军工产品或者它的工业产品，通通都会受到打击。美国想要再工业化，其实遥遥无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哦 ，DeepSeek 是不是让美国真的是吓破胆了？现在 DeepSeek 不只是火爆了全球，而且也释放出来在大举招兵买马的消息哦。那目前他们大多正式的员工起薪就是在人民币2万块，大概就是台币9万元呐，哇，非常的高。我们台湾一般人的这种科技业起薪，好像也没有到这么高的这个价位哦。那如果是深度学习研究员的年薪哦，甚至高达台币700万元，非常之高。那所以现在呢，这样子招兵买马之外，我们还看到包含了像是百度啊，还有阿里云哦，也都是宣布支援这个 DeepSeek 的相关的方案。那就有一些评论讲说，这个 DeepSeek 真的是激发了中华民族的一个自豪感啊，这是国运级的科技成果。因为真的好像不用再看这个美国人的脸色了， DeepSeek 真的是弯道超车，甚至人家讲说这是 AI 界的珍珠港事件哦，让美国真的是吓了一大跳。那我们看看这个很多的科技巨头哦，都接连的切入到这一个领域，包含了像 Amazon 还有微软呢，他们也都宣布了就是接入 DeepSeek 的相关模型。那美国呢，他们现在就
马上就要开始又说又要罚款了呀，又要去卡脖子啦，就讲说呢，这个接下来如果被定义为这个使用 DeepSeek 的话，就是如果美国民众协助中国推动人工智慧或下载使用 DeepSeek 的话，可能会被指为犯罪，要判处20年监禁，要科100万美元的罚款哦。哇，这个现在美国也变成一个这种只能靠罚款来限制人家使用的自由的国家了嘛？那另外现在川普现在全面挥动这关税大刀，也打算要对中国大陆这个实施10%的关税嘛。他第一笔又开始针对这个 Shein 跟 Ting， 他们就是说，这个小的包裹不可以寄到美国来，所以要这个方方面面哦，就是你的新的一些 App 要进到我们美国市场，我要开始要给你做一些限制。你的物流什么也不可以寄过来之外呢 ，TikTok 它还是不忘情哦，它要设下主权基金，说要来购买 TikTok， 说要在未来的12个月，也就是1年之内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购买任务，不知道行不行啦。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这个驻联合国的代表讲说，你永远不要低估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啊，你到底要限制多少东西啊？我们来听听。Indeed, the DeepSeek has caused global sensation and also some commotion or even panic in certain quarters. And so I'm not a technical person. So I will not go into the technical details, but I'm sure, and I encourage all of you to use it. It will come in handy when you write your news reports, I'm sure. And I've said this before, and I'm going to say this again. Never, ever underestimate the ingenuity of the Chines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好，2025年呢，真的是看到中国人的强盛啊。那包含了现在新春也有访华潮啊。其实，在这段春节期间，有很多就是来自各国的人到中国大陆来旅游。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领导人，有包含4个国家的领导人，巴基斯坦啊、吉尔吉斯、泰国跟汶莱哦，他们也都要访问中国大陆。连韩国国会议长也即将要访华。那更让大家瞩目的，最近大家都在讲《哪吒2》哦。它的这个春节档的票房高达了95.1亿元，观影人次是1.87亿哦，总场次数呢非常的多，346万场，平均票价50元哦，刷新了中国影史在春节档票房的人次跟纪录哦。人家讲说高峰期甚至5分钟一档，网友在讲说跟闹钟一样啊，这5分钟就一档哦，是不是爆米花机都要做到冒烟了？那就连这个微博热搜也都在讨论这个哪吒，就说哇，这个进入影史的票房前5哦，所以真的是感觉到说现在中国大陆的红红火火，以及好像对比美国现在是不是只能处处使绊子呢？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对这个产品迭代更新你已经被淘汰的你再怎么保护人家不会用了。比如说我们过去用这个卡式录音带那后来有了这个碟片以后光碟片以后CD 那自然大家就用 CD 片那 CD 片现在也没人用了对不对？现在大家都怎么样？直接用这个网络直接下载了，直接听了那你记得这个录音带之前，卡式录音带之前我们还听唱片呢。对，因为它过了，它今天被这个迭代的新的产品出来，它就没有未来了。那也是 DeepSeek 美国一研究清楚以后，哇，结果上礼拜一吧，上礼拜一吧，美国股市重挫。这个重挫，你知道那个 NVIDIA 跌到多少？跌到6000亿美金啊！一天跌了17%，这是美国历史上股市单一股票跌的最大幅度。这个跌不是什么群众心理而是很清楚，你这种用所谓的大算力大资讯中心计算中心数据中心来 run 这些所谓 AI 的大模型的这种模式已经没有前途了。那要就走什么 DeepSeek 用了2000张显卡，现在还不晓得是到底是大陆做的还是用 NVIDIA 都不知道，就超过你那个美国的 OpenAI 它用了16000张显卡，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到了。所以你看他们现在美国政府禁有什么用？
美国所有的这个云计算、云端的这些基本上通通接纳 DeepSeek， 因为他不接受的话，这些他们自己这些云端或者大的平台它会被淘汰了。如果上面找不到 DeepSeek 的话，那现在用了以后，人家发觉哇，这已经是新的 generation， 一个新一代的产品。所以连这个 OpenAI 的这个执行长他都承认说我们犯了历史性错误，对不对？我们要虚心，要赶上。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这种政府保护主义搞过头了以后事实上的话，第一个不会有效果，然后呢，第二个呢就变成说他伤害了他自己，伤害他的公司，伤害整个社会进步。那这个西印跟这个现在还有就是说 Temu 是搞团购嘛，对，西印是这种服装嘛，那它非常受美国的消费者喜欢对，那美国就看你只要喜欢是中国的，他就要禁。那我觉得美国真的这个国家不是为替自己的人民造福是跟着人民的利益反着干。那它其实它就是800块钱以下的美金，过去免税的小包裹，现在都不行了。对，免税这个针对性很强啦。那所以就这个中国大陆驻联合国大使就说，你进不了中国大陆的。你看你从这个 TikTok。对不对？到现在这个 DeepSeek 还进什么？还进小红书对，还要进什么？还进大疆太多啦。那进不了的是什么？是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已经井喷的这些科研人员的能力跟他的创意。这个能力跟创意出来以后，你就很难去怎么讲呢？再去阻止中国的发展了。所以呢，美国这一些做法现在不但不能奏效反而没有伤到对方，反而让自己的怎么样进步会慢，然后呢，他的社会福祉也被自己政府的这种短视给伤害了，所以呢，就看美国能撑多久吧。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打出一片天了，那美国继续靠近的话，那进到最后受伤的，我觉得还是美国自己本身。好，请教李老师。对，因为现在美中的竞争，我觉得科技是非常的激烈。所以可以看到说，像 DeepSeek，出来之后，这个美国的精英很容易会有一种直觉，就是忧惧。忧惧最好的方法就是封锁。所以才会有美国的参议员说，他主张要立法，援引2018年的这个出口管制改革法，只要人下载使用这样的软体的话，很重100万美金或是20年以下的徒刑。其实这就反映出这样的一个心态，很紧张。但是可能这个解方未必是正确的。对，你应该要强化你的竞争嘛，而不是说一味去封锁它。那第二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川普的风格很明显，他就是大家都说他比较无本生意，他一定是先拉高他的这个批判的力道，对他打击的对手。那这时候他就会去看，可能就会有些效果出来。有人就会让步妥协，或是做出很多的承诺。那这一招到目前为止，大概都屡试不爽。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北京。我们可以看到，被川普点名这么多的国家，包括这几天的加拿大跟墨西哥，那也是很神奇。因为2月1号宣布，2月4号执行，2月3号川普说我会打几个电话。那果然加拿大跟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谈2次，墨西哥总统谈1次。那川普就说对方有做出部分让步，所以缓冲1个月再谈。那对于这个巴拿马更不用说，巴拿马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看似非常强硬，但是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向川普让步了。包括总统也甩锅说加入一带一路不是我的决定，是前总统的决定。还有说在川普就任后的隔1天，其实巴拿马的审计部门就去查那些港口。要去查他的财务状况，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表态，是我其实愿意退让，但只有对北京不是如此，因为很明显，目前川普所要打交道的对手，中国大陆就不是同一个量级，它远远非丹麦、巴拿马、加拿大、墨西哥，甚至是欧盟这样的层级。所以我觉得这个戏还要再往前再看一下。虽然说现在中国大陆也祭出反制的措施。但可能它的伤害，它也是有在做拿捏的。就双方目前为止，我觉得并没有真正说完全破局，没有。它后面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交易，
或是谈判存在，无论是台面上或是台面下，而且可能不是1个月、2个月就看得出来。若是对比川普1.0，这个过程可能要10几个月。而且川普可能会希望达到他的目标，不达到不放弃。但北京并不是没有筹码，对，因为大国的谈判就是一个交易，而且双方的排序可能不同，这样就有空间。所以我觉得这地方美中的对弈跟美国跟其他对弈是完全不同的状况，我们要再慢慢看一下。好，来请教舰长。川普从竞选一直到就任的过程当中啊，他一直灌输美国的人民一种观感，也就是关税其实是加诸于进口商的。可是他没有讲清楚的是，进口商会将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他一直没有讲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真正受害的啊，不是那个进口商，也不是中国大陆啊，而是美国的人民啊，这才是真正的核心的核心。举个例子啊，在2018年的时候，川普的第一任他就干过这样的事。他那时候管制什么？管制洗衣机，然后管制洗衣机加征50%的关税。结果呢？结果每台的洗衣机贵了86美元。那这个到底是从谁身上剥皮的？是从海尔身上剥皮吗？不是，是从消费者身上剥皮。所以啊，现在这个川普啊，不断的利用这个方式啊，其实它只是一种谈判的策略，它只是好像让大家认为他的执政很有绩效，慢慢的老百姓就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另外呢，我们刚刚看到啊，也就是川普其实他对于墨西哥跟加拿大，他冻结一个月，大家觉得是好的吗？不，这一点也都不好。为什么？因为其实这是一种谈判策略，他其实就是要逼着墨西哥跟那个加拿大不断的让步。我今天让那个你让步了一些，我冻结1个月，下一次我再提其他的条件，再冻结1个月，然后你其实就是川普对着这2个国家步步进逼，这才是真正的现实啊！我们还记得吗？之前我们在谈波音的时候，波音的营运副总裁讲一句什么话 ？Competition is good， 就是美国的这一个他们的企业从来都是建构在竞争的体系上。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从川普 1.0 一直到拜登，到现在川普的 2.0， 一直都对于中国大陆搞小院高墙，觉得这样就可以隔绝那个中国大陆的竞争，想都别想。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市场不是只有美国啊。那我们想一想，现在 OpenAI 的他的执行长他也讲了，说他其实并没有打算控告 DeepSeek。你要告什么呢？你要告他比较厉害吗？这可以告吗？那事实上，你们2个使用不同的技术，一个开源，一个是封闭的。你愿意把你的封闭的内容拿出来给法院审视，你当中到底有多少跟 DeepSeek 是重叠的吗？你一定不愿意的。所以他说他没有那个控告的这个意愿，其实真正的理由是真的掏出来了。